如果这期视频标题冒犯到了你，非常抱歉，我也被这样的言论冒犯到了，还请大家暂时收起意大利炮，听我细说。这个言论来自一段 Bob Dylan 现场视频的评论区，它并不是这期视频的论点，恰恰相反，我认为持有此类荒谬观点的人，他们才需要检查一下听力。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发布了一个视频，叫 Bob Dylan 的演唱会体验有多糟糕，并且还用退票歌的梗稍微调侃了一下。这个视频的本意当然不是无脑的黑他，而是想和大家客观描述一下我4年前听他演唱会的切身体验。视频的后面我还提出了一些我比较疑惑的地方，诚心的想和大家交流。让我很意外的是，很多朋友一上来就开始口吐芬芳，所以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聊一聊，并且对上期视频的纰漏之处做些补充。首先我想简单概括一下上期视频的内容，其实它是一个简单的记叙文，记录了4年前我看他演唱会的经历，同时它也是个小小的议论文。论点是我认为这次演唱会的体验很糟糕。随后我给出了以下5点论据。第一点，过度改编，他所有的歌都与原本的样子相去甚远，并且旋律的重复性太高，20首歌，旋律、节奏、编曲方方面面都极为相似，容易产生听觉上的审美疲劳。如果你当时在现场听完之后觉得旋律一点都不重复，没有审美疲劳，这也完全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我尊重你的，也请你尊重和我一样持有不同观点的朋友。第二点，演唱过于随意，很难听得清楚演唱的内容。在现场，如果你想知道他在唱什么歌，很难，因为即使以英语为母语的观众都听不太清楚。这一点有很多观众的评论可以佐证，不是空穴来风。英语好的朋友可以暂停下来读一读，我就不一一翻译了。第三点，现场的听感不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原声吉他扫弦的音色过于锐利刺耳，导致耳朵难受，甚至耳鸣。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我知道乐队是优秀的乐队，编曲是牛逼的编曲，但是听感不佳这一点可能是很多方面导致的，可能是调音师、场地、设备等等问题。那种感受你从视频里面很难听得出来，如果你坐在现场没准就能感受得到。我只是描述了一下我耳朵主观的感受，如果你在现场有不一样的感受非常正常，因为每个人的耳朵都是不一样的。我说我后悔没有带副耳塞过去保护耳朵，有的朋友可能曲解这个意思，以为我是想说太难听了要堵住耳朵，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听过演唱会的朋友可能有体会，有些演唱会特别是摇滚现场，在不戴耳塞的情况下听2-3个小时，可能会对听力造成永久的损伤。我去过 Metallica、英格维马姆斯汀、AC/DC、Slash、Paul Gilbert、Zakk Wylde 和 Steve Vai 他们的现场，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第4点，演唱会没有大屏幕，这也是一个导致体验差的客观因素。有朋友可能觉得，哎呦，你们的票没得太差了，活该看不见。其实我们票不能算特别差，就中等差吧，至少我们的位置在正中央，面对着舞台，我们身后左右还有成百上千的观众，位置更差。能花4-5千块钱买前排座位的观众毕竟是少数。对 Bob Dylan 的团队来说，把他们的形象投影在大屏幕上肯定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第5点，互动为零。Bob Dylan 上来就唱，唱完就走，全程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介绍乐队成员，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我看过 Joan Baez、Don McLean 的演唱会，作为同时代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演唱会整体的体验就好很多。在歌曲的间隙，他们会和大家聊几句，有时候还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歌曲的创作灵感，所以我能感觉到他们更尊重观众，在意观众。我想通过上面的5点论据来佐证我的观点，就是这场演唱会我的体验很糟糕。如果你亲自看过他的现场之后，仍然和我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完全没问题。评论区就有在美国和香港看过他演唱会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感受。那些理性的、礼貌的与我交流的朋友，我都认真一一回复了。不过也有一些部分偏激的暴学研究专家，在视频没有看完的情况下，论点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在弹幕和评论区出口成脏，嘤狂吠，甚至专门私信我。我觉得实在没必要因为一个破视频而暴露出你们如此没有家教的一面。你们还不如拿这些时间多多学学英语，这样还能更好了解 Bob Dylan 的作品。对于这类的东西我一般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该举报的举报，该拉黑的拉黑。孔子说过，人不知而不愠。对于这种言论我很能理解，毕竟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一样，受教育的程度不一样，导致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看到任何与自己认知相悖的观点就会暴跳如雷。孔子有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我想等这些朋友小学毕业之后应该能懂得这个道理。有人说你不懂艺术，你不懂 Bob Dylan， 没资格对他的音乐进行评论。不好意思，比起这类的键盘侠，我还真有资格。即便我不具备这些键盘侠的超能力，就是那种在没有怎么了解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之前就能够对他评头论足，并且崇拜的五体投地的超能力。首先，我听了 Bob Dylan 近10年了，从他第一张专辑 Bob Dylan 到去年的 Rough and Rowdy Road。39张录音专辑我全都听过，并且一首一首读过歌词，做过笔记。虽然我知道这些事情对完全听懂它、读懂它相距甚远，但是我相信我在此处下的功夫不比那些键盘侠少。除此之外，我还购买了不少他的 CD 黑胶，虽然没有收集完，但是这也能体现出我对他的作品心存敬畏。其次，我亲自去他现场感受了音乐会，这种感觉肯定比在电脑或者手机屏幕前观看一个别人随手录制的视频来的真实直观。再一个，为了更客观地描述这场音乐会的感受，我把网上能够找到的评论，无论好坏都看了一遍。虽然不能一一展示，但是我很确定，与我持有相同观点的观众不在少数。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搜索。其中一位宾夕法尼亚的朋友的评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甚至有点心疼。我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 Bob Dylan 就是他的偶像英雄，作为歌手的女儿深知这一点，很有孝心的为他买了票，作为他60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他。可是因为我上述的原因，他极其失望，提前了半个小时就离场。我相信他60岁的生日没有留下太多好的回忆，不然他也不会用 selfish、embarrassment 这样的词来描述他的体验。这期视频的意思和上期视频的意思都不是说他的演唱会本身很糟糕，只是体验很糟糕。当然我更不可能以一概全，说他所有演唱会都很糟糕。如果你只是被他的标题冒犯到，这是我的锅，出于简洁和传播方面的考虑，没有特别严谨。我没有把它叫做我感觉2017年7月6日 Bob Dylan 在多伦多市中心举办的演唱会的体验可能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他有误导之处还请见谅，这是我没有考虑周全的地方，非常抱歉。最后，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尊重你的看法。我也感谢所有和我们理性探讨的朋友，感谢你们的留言，和你们交流之后受益匪浅。既然我们能相聚于此，肯定对 Bob Dylan 都是真爱，不然你们也不会点开这个视频听我废话到现在。前几天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近2年没有演出的 Bob Dylan 宣布了一场线上音乐会，在国内时间7月19号凌晨5点开始，票价大概30美刀，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OK， 讲了这么多，感谢大家耐心看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